过期药片不要扔，加入水中浇一浇，植物猛开花多肉爆盆快。大家好，这里是花花世界的频道，花花干啥啥不行，养多肉第2名。今天介绍巧用过期药片养花养多肉。家里如果有这些过期药片不要丢，用它来养花，不生虫，生根快，叶绿花多。这些药片养多肉，不但能防止多肉烂根虫害，还能让叶片变得圆又胖。一起来看看吧。1. 钙片。过期钙片里面的钙元素含量较为丰富，属于植物生长必不可少的营养元素之一，能促进植物内部细胞的生长发育，加快植物的新陈代谢，促进开花，还能促进细胞的分裂生长，从而使植株的长势更加旺盛。它还会与植株的蛋白质结合，生成的物质能增强植物的抗性，减少病虫害的几率。使用时可以将过期的钙片直接碾碎，而后埋进土壤内部当做基肥使用。10厘米直径的花盆放1颗就可以。也可以将钙片碾碎之后加入适量的清水稀释，比例为1:100左右，浇在土壤里面或者是喷施在叶片上，还可以充当水培植株的营养剂，但是使用的次数最好不要超过每周1次。钙片也可以当做水培植物的营养剂，有花友亲自实践过，也是很好用的一种方法。将钙片捣碎之后加水搅拌，等到其溶解完毕之后，当做水培植物的机制使用，可以加快植物的生长，效果惊人。除了作为肥料使用外，如果花卉、植物或者多肉缺少钙元素时，也可以使用钙片补充钙元素。而植物缺乏钙元素的反应一般有3种。1. 植物缺钙最先表现在其顶端部位，例如新叶、嫩芽等部位。当发现植物的新叶发黄、顶芽长势萎靡，甚至根尖坏死等情况时，极很可能就是植物缺钙了。2. 可以观察植物的叶片状态，若发现叶片长势明显变小、颜色暗淡、部分叶片变形扭曲，甚至叶片大面积发黄变枯等，就说明植物体内缺乏必要的钙元素了。3. 植物缺钙还表现在其根系发育不良、根部顶端发黄发棕，甚至根尖变枯等，这时候就要考虑植物是否缺钙了。补充钙元素时，钙片的使用方法参考作为肥料时的用法与用量。2. 硫酸亚铁。它光从名字就能看出它呈现酸性，所以溶解于水照样是弱酸性，可以中和土壤的碱性物质，成为改良土壤酸碱度的神器。同时含有丰富的铁元素，可补充给植物，避免植物因为缺少铁元素而大面积的黄叶和掉花苞。具体的使用方法，若是用于水培，则需将1片硫酸亚铁磨粉混入2000毫升的水，代替自来水；而若是土培植物，则将1片混入1000至1500毫升的清水里，使用频率不要小于10天。注意，因硫酸亚铁特别容易氧化，配置好的硫酸亚铁溶液最好尽快使用完，否则氧化变质后就不容易被植株吸收。而兑水使用时，为了防止快速氧化，可以滴几滴白醋。另外，硫酸亚铁只有在溶于水之后，它才会释放出铁元素，从而才能被花卉植物吸收后为自己的生长所用，所以一定要兑水后使用。3. 健胃消食片。健胃消食片同样呈现弱酸性，可改善土壤，但在用之前却需要短暂的发酵，将其先磨粉，然后1片药混合500毫升的清水，全部密封在干净的塑料瓶里，在光照足的室内阳台上静置1周，方可开封勾兑10倍的水浇花或者喷洒叶面。长期用可给土壤增添酸性养分。4. 阿莫西林胶囊。阿莫西林是常用的一种消炎药，它穿透细胞壁的能力比较强，有很强的杀菌消炎作用，能抑制土壤里细菌的生长和繁殖，并且它还含有多种营养物质，能为花卉的生长提供一定的养分，促进植株生长、开花，并且还能预防烂根。家里如果有过期的阿莫西林胶囊，可直接取1粒胶囊，将外面的胶囊壳去掉，把粉末倒入800毫升的清水，搅拌均匀，然后喷洒植株的叶片或者浇灌花的根茎，能减少病菌滋生，延长花朵的生命周期，提高植株免疫力，促进根系生长，使植株叶片更加光亮，开花更加鲜艳。5. 罗红霉素片。罗红霉素片也是一种比较常见的消炎药，它拿来养花，一是可以抑制细菌的生长和繁殖，有效减少革兰氏细菌等引起的病害。
另一个作用就是可以消除水培瓶里的绿藻，减少换水的频率，保证水质的干净清澈。如果家里养了水培植物的话，可将一片罗红霉素片碾碎撒到水培瓶中。上面介绍的这些药片的使用，水溶后都是偏酸性的，所以适合喜欢酸性土壤的植物。喜欢碱性植物的花卉和绿植要慎重使用。当然，如果土壤碱性化比较严重，作为中和酸碱性来使用问题不大。日常中喜酸的花卉有多肉植物、富贵竹、栀子花、文竹、茉莉花、蟹爪兰、绿萝等等。6. 达克宁。达克宁是我们常用的抗菌药物之一，主要用来治疗真菌感染引起的各种皮肤病。它不仅能给人用，植物也能用。如果家里的植物得了白粉病、叶斑病、褐腐病等真菌引起的病害时，我们可以用棉棒蘸取适量达克宁，将其均匀地涂抹在患病的叶片上，越早涂抹越管用。如果不小心涂多了，用清水冲洗干净，放到凉爽通风的地方就可以啦。7. 碘伏。碘伏大家应该也不陌生，是家庭中常用的消毒药水。碘伏主要起消毒杀菌的作用。平时给植株修剪根系或扦插花卉时，如果家里没有多菌灵，可用碘伏代替，将其兑水稀释5至10倍，然后涂抹于植株的伤口处，能避免伤口感染，促进愈合。另外，家里的花烂根了，也可以用碘伏处理，将腐烂的根系修剪掉，然后在伤口处涂抹碘伏，能减少病菌滋生，避免2次烂根。8. 阿司匹林。家里的绿萝等植株越长越旺，时间长了就想把枝条剪一段扦插。如果天气比较冷，扦插成活的几率实在是不大，这个时候加点阿司匹林就能让植株分分钟生根了。阿司匹林含有的水杨酸，水杨酸不仅能杀菌消毒，还能增加细胞分裂，从而促进根系的重新生长。将阿司匹林碾碎，然后和清水按照1:500带1:1000的比例兑成阿司匹林溶液，把剪下来的枝条放在阿司匹林溶液中浸泡20分钟左右再扦插，成活率会大大提高。给植物换盆的时候，也可以将根系上的那些老根、弱根、细根等全都剪掉，然后放在阿司匹林溶液中浸泡10到20分钟，同样可以达到促进生根、让根系更健壮的目的。逢年过节，如果家中买了鲜花，在花瓶的清水中丢2片阿司匹林，不仅能延缓花朵凋零，还能防止真菌感染，使花期延长。除此之外，阿司匹林在生活中还有很多用处。在国外非常流行用阿司匹林片来护发。阿司匹林片中含有水杨酸，这是一种能够去头油的物质，还可以缓解不正常的细胞脱落，是头皮护理的福音。取2粒阿司匹林片，可以用汤勺将它碾成碎粉末，然后倒入容器中，加入洗发水，将洗发水与阿司匹林粉末搅拌均匀，在洗头发时像平时一样涂抹在头发上，搓揉静置2分钟。随后用清水将头发冲洗干净，清清爽爽，1个星期头发都不油腻，不起头皮屑。碾碎几片阿司匹林，加一点水和洗洁精，然后用它去擦炊具厨具，绝对焕然一新，去污效果好到你惊讶。很多女生脸上都会长一些粉刺，这是女生们都很头疼的事情，而阿司匹林中含有水杨酸成分，可以帮助我们消除脸上的粉刺，所以我们可以蘸取一些阿司匹林的溶液，涂抹在有粉刺的地方，不用多久，粉刺就会慢慢消失了。如果被蚊虫叮咬后，我们可以准备一个容器，接着在里面放入阿司匹林粉末，接着加入少许的清水，然后用筷子给它搅拌均匀。制作好了以后，我们就可以用棉签蘸起这个水，然后涂抹在被蚊虫叮咬的地方，止痒效果非常棒。我们也可以把它直接装在小喷壶里面，然后出门随身携带，想用就用，也非常的方便。脚气瘙痒难忍，还不容易根治。在容器里面挤出一点牙膏，取3片阿司匹林，借用刀具将它碾碎，倒入容器中，倒入1克清水，然后取1根棉签，将药片与牙膏搅拌均匀，蘸取少量涂抹在脚上，每天涂抹1次，坚持使用1周，双脚再也不痒了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的内容，如果你也有养护的小妙招，欢迎在评论区分享。如果有多肉养护的任何问题，欢迎在评论区留言，花花都会一一回复的。觉得花花的内容对你有所帮助的话，欢迎点赞、
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观看，感谢粉丝一直以来的喜欢和支持，我们下期再见。